公元1395年，一代名将冯胜在跟随了朱元璋43年后被赐死，结束了他辉煌的一生。遥想春风得意之时，他立下赫赫战功，帮朱元璋开创了明朝。朱元璋在建国第3年按功行赏，冯胜就在那时被封为宋国公，并且被赏赐免死铁券。在朱元璋的心中，他的功劳地位仅次于徐达、常遇春，位于第3位。徐达和常遇春两人都是病死，为何冯胜却被赐死了呢？史书记载，朱元璋晚年的时候猜疑心重，而冯胜功劳最多，又屡次犯下小罪，失掉了朱元璋的宠信。蓝玉被杀的那个月，他被召回京城，2年后赐死，爵位也被剥夺。这一句话已经点明了冯胜的死因，圣功最多。冯胜年少之时就和哥哥冯国用一起读书，一起学习兵法。在听到朱元璋起义的消息，兄弟2人跋山涉水来到朱元璋的帐前，毛遂自荐。即使经过了长途跋涉，两兄弟依旧穿着儒学的服饰，整理得纤尘不染，一副翩翩公子的模样。这样的打扮很对朱元璋的胃口，他一向对儒学非常的推崇。在短暂询问过平定天下之策后，朱元璋将2人留在了军中。他很赞同兄长冯国用提出的定都南京的策略，将他命为自己的重要谋士。兄弟2人在战场上表现优异，特别是哥哥冯国用，获准可以随意出入朱元璋的营地，很是受宠。可惜7年之后，冯国用死在了战场上，没能享受到胜利的果实。弟弟冯胜继承了他的爵位，继续为朱元璋效力。冯胜在打仗上面，有时英勇得让人惊叹，有时却又连连犯错，使人咋舌。在龙湾之战中，他请军入瓮，直接截击陈友谅的中路，在陈友谅溃逃后，甚至追击300里，打得陈友谅没有还手之地。平江之战，冯胜也将张士诚打得不敢露头，但是在攻打高邮的时候，他却反入敌人圈套，损失了好几名大将，气得朱元璋把他叫回来，打了10军棍踩小起。后来也是不听上司徐达按兵不动的命令，自行撤兵，又是把朱元璋气得不轻。虽然有一些小失误，但冯胜在建国之后打了2个翻身仗，证明了自己的实力。第一个是元朝名将王保保，这人曾经把汤和打到落荒而逃，就连徐达也曾败在他手里。这块难啃的硬骨头却被冯胜大败，顺带被俘虏2万人，牛羊战马10几万头。第2次，冯胜更是不花费一兵一卒，创造战场奇迹。洪武20年，蒙古军队再次冲犯边境，这一次他们浩浩荡荡带领20万师，朱元璋任命蓝玉、冯胜同样率领20万军队回击。本以为会是一起恶战，至少会焦灼一段时间，万万没想到，冯胜居然发挥了外交家的职能，将这20万人马全部招降，实现了他人生的最高光。朱元璋很重视他，用联姻的方式让他成为了皇亲国戚的一员。冯胜的长女被许配给太子的大舅子，次女被许配给周王朱肃，侄女被许配给朱元璋的养子。那时的冯胜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朱元璋曾经很信任冯胜，甚至把冯胜安排在太子身边，拜诱詹事。可惜冯胜不领情，不打仗的日子里总是制造些小摩擦，导致自己被贬。打完胜仗的他更是得意，在平定陕西之后，违抗朱元璋让他坚守的圣旨，直接班师回朝。在1370年，他大败王保保，证明自己实力时，也被人密告朱元璋。冯胜在军中偷藏牛马，喝醉了酒之后，跑去敲诈妇女的珠宝，趁蒙古王子去世，抢了他的女儿为妾，违抗圣令，不把皇帝放在眼里，私藏军资。这一件件事，在朱元璋的眼中，冯胜都非常可疑。特别是还有同行的衬托，例如比他功劳更高的徐达。徐达深知朱元璋的脾气，在帝王面前表现得无比的谦恭，无论是什么事情都不会自己做主，上报朱元璋得到许可后才行动。徐达有一次和朱元璋一起喝酒，最后醒来发现睡在了帝王的行宫，虽然帝王已经离去，却还是磕了3个响头后才离开，将君臣之礼恪守到极致。平日里冯胜的言行已经惹得朱元璋不快，
多次贬职来警醒他。但那个时候的他一副肆意妄为、清者自清的模样，更不用提风暴袭来之时，他没有一丝丝的防备。洪武25年，朱元璋最疼爱的孩子太子朱标病逝，这让老来丧子的朱元璋很是伤心。为了确保朱标一脉是正统，朱元璋不顾反对，立朱标年幼的儿子朱允文为太子。太子年幼，朝中还遗留着一些开国元老。朱元璋担心他们不仅不能诚心辅佐太子，还会滋生事端，甚至谋反。为了将来孙子能坐稳皇位，他开始清理这一些跟他开疆扩土的功臣。首先，第一个动刀的就是蓝玉，以谋反之罪，明初4大案之一的蓝玉案就这样拉开了帷幕。一时之间人心惶惶，案件一直延续到10年后，所牵连之人多达10万。在蓝玉被杀之后，汤和冯胜接到了朱元璋的圣旨，回京面圣。风雨即将袭来，当时的冯胜手握重兵，但还是卸甲回京。和冯胜的毫无防备相反，汤和早就嗅到了朝廷的危险气息，提前告病辞官。在这一次被朱元璋召回京中，更是展示他精湛的演技，口不能言，一张口就是一丢口水流了出来，无法言说。朱元璋召见他的时候，亲切地握住他的手，与他一边追忆着往昔，一边观察着汤和是否刻意假装。汤和说不出来话，只能够咿咿呀呀地磕头回应。曾经战场上骁勇的身姿，变成了如今被病痛折磨、苟延残喘的模样。朱元璋心软了，重赏了汤和，放他还乡。汤和最终也在一片安宁中溘然长逝。但冯胜却不同，一样的年老，但是他却身姿矫健，手握重兵。朱元璋一直想抓到他的把柄，而他做事从来不遮遮掩掩，为人方面又不圆滑，得罪了朝廷中的一大批人。在风口如此紧的时候，冯胜在凤阳正练着兵，他的二女婿朱肃大大咧咧地前来探望他。要知道，朱肃可是朱元璋的第5子，是朱棣的弟弟，他的封地是在开封，没有经过皇帝的同意，擅作主张离开封地，这是公然对朱元璋的违抗。多事之秋，人人避之不及。朱元璋本来就为了自己孙子的皇位，对年长的皇子多加打压，生怕有一个叔叔抢了侄儿的皇位。而这时的皇五子却悄然离开封地，去见一个手握重兵的将军。藩王和将军之间谈话的内容虽不可知，但就是这样的不可知引起了朱元璋的疑心，这也成为了冯胜之死的导火线。君王想要一个将军死很容易，早就有见风使舵的人开始收集他的罪证，密密麻麻的奏折如雪花一般飞入了朝廷。冯胜的桀骜不驯，致使他的证据不难抓。和蓝玉私交甚密，违抗圣旨，公然回京，强取人妇，私吞兵马，敲诈勒索，私联藩王，甚至多次对朱元璋不敬。桩桩件件，每一个在家润色，都可以构成他的杀身之祸。面对着呈上来的罪证，朱元璋看都没有看一眼，也没有让人核查。他需要的只是一个杀冯胜的理由，究竟冯胜冤不冤，他并不关心。汤和有惊无险地告老还乡，而被押解在京城的大将军，最终连罪责都没有定，就这样被朱元璋赐死了。死去之后，连功劳都被抹去，连功臣庙都进入不了。冯胜的个人悲剧固然有太子朱标去世后朱元璋急于为孙子稳固皇位的客观因素，而他自身不知进退，不善于明哲保身的性格，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他的咎由自取。